大家好，这里是因上期疯狂口胡已经卸载撸啊撸的星辰。2024年11月15日，美国五角大楼公布了一则不出意外的消息，年度财务审计第7次未通过。好消息是，相较于美利坚200多年的国作，区7次不通过倒也不算啥。坏消息是呢，虽然据国会老爷1990年立法强制审计过了28年，直到2018年五角大楼才开始审，但迄今审了7次，荣获7连归。对此，五角大楼审计长兼首席财务官麦考德直接喊弗莱上身，结果并不意外。表面上我们似乎没有进展，但我认为国防部在理解什么是财务审计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。审计失败不等于国防部失败。如果学生成绩单有一半好一半不好，你会给学生打不及格吗？本来嘛，五角大楼的咖啡杯、马桶盖大家早都司空见惯了，但审计长这种死马不怕开水烫的解释，还是给了大家一点小小的震撼。田纳西州联邦众议员伯切特直接痛批，脸都不要了。再一看，五角大楼目前拥有4.1万亿美元资产和4.3万亿负债，参与审计的28家单位中，仅9家审计通过。虽然相比于2023年的7家通过审计，63%资产无法入账，算进步巨大了。问题是今年还是没法对8240多亿美元的预算支出完全报账。啥？要到2028年才能完成核算？好家伙，你改成2128得了，那这账到底有多难查呢？转发加点赞。这就是审计，听阿美丽卡说。在星辰的奇人异事里，如果要评选危险性比肩美国逃税、韩国当总统、印度经商这世界3大作死行为之4，那一定是重生之我在五角大楼干审计。前面这仨无非是牢底坐穿、财产好玩，但审计手握军权的老爷，那人家真会物理意义上给你俩大火箭啊！嗨，当然了，别说五角大楼了，当年帝国银马天下一手的 SSR， 钱嘛，数字而已。审计，我美利坚有审计这个英雄吗？直到1990年，眼看苏联进入倒计时，为了克立志、信赏罚，以夯实国本，美中宗老不时御笔朱批首席财务官法案，要求24个联邦机关每年必须接受独立财务审计。对于这一创举呢，其他部门纷纷煽呼陛下英明，但五角大楼却提出了异议，倒不是不干，实在是臣妾做不到啊。作为军政一体的利维坦，美利坚第8图鲁，五角大楼在编人员数百万，除了数不清的飞机、坦克、战舰，还有遍布全球的700多个军事基地，以及基地内的教堂、邮局、机场等大量房产。仅格陵兰岛的图勒空军基地就价值28亿美元，位于意大利、韩国的国防后勤局仓库还储备着数百亿战略物资。另外五角大楼还自研一个为950万军人及家属服务的医疗保健系统，项目供应的承包商、分包商更是数不胜数，仅 F-35就涉及全球供应商多达1500多家。再说了，咱老爷吃喝拉撒都是机密，泄露了算谁的？我知道你们出发点是好的，但先别出发啊！对此，国会老爷也不含糊啊，不就是费时费力吗？咱慢慢来，但必须干。遗憾的是审计还没开始，海湾战争先到了，紧接着又是911，天兵挥师进驻阿富汗，力挺扫穴，一打又是10年，这下真就可不敢碰军队呀！军心一丢，霸权就不保了。2008年，顶着金融危机，国会老爷将军费预算涨到5154亿美元，外加1000多亿特别反恐战争开支另算。至于审计，审个屁！正当双方即将走上一个经费随便发，一个要钱随便花这一大爱无疆的场面时，意外出现了。这群人实在太能糟蹋了，演都不演的。2007年，五角大楼斥资2800万美元为阿富汗国民军购买迷彩服。按说军队换装很正常，但一水的深绿色森林系迷彩出现在森林覆盖率2.1%的阿富汗，这不是给霍金买滑板吗？图啥呢？图哈切夫斯基吗？负责此事的老爷们很是无奈呀。嗨，都怪阿富汗国防部长喜欢迷彩上的图案。这话让美国驻阿富汗重建监察长约翰大怒，他要喜欢制服上印奶龙，你们也买吗？直接上国会参了一本。
2008年，五角大楼又为阿富汗空军购入了20架二手 G22运输机，结果该机型完全不适合尘土飞扬的环境，用了1年就堆在机场吃灰。2014年，这批总价5.49亿美元的飞机被作为废品以4万美元出售，王多鱼直呼内行。至于耗资3600万美元在沙漠里修了个海军陆战队总部，马润不要最后归了塔利班。驻阿美军因管理疏忽，弄丢价值800万美元的20辆消防车和130万美元的6辆半挂卡车。塔利班通过阿富汗中介大量从美军手里采购便宜好用的美式装备，这都不值一提了。在伊拉克就更复古了，由政府拨款，五角大楼主导的1000亿重建经费一半不翼而飞，驻伊美军投入数十亿美元重建伊拉克军队。您猜怎么着？打起来才发现，长期吃空饷的人数高达5万。你不拿，我怎么拿？我不拿，史密斯专员怎么拿？更气人的是，拿就算了，找个会计顶包都不会。这些壮举被一一捅到了国会，还荣登上报纸头版。这一下，五角大楼的老爷们不开心了。我们兵部弃家舍业，镇守四方，整日里枪林弹雨，为了联邦，我们什么苦都可以受。东欧抗俄，中东剿匪，哪项不需要海量的银子？可我就是不懂，都是干着朝廷的事儿，为什么总是谁干得多，受的委屈就越大？这多花的银子，你们为什么总是揪住不放呢？为了整肃朝纲，2010年国会老爷继续加军费的同时，还是在国防授权法案中新增了一项小要求，给予军方额外7年清理账目，意味着为审计确定了最后期限2017年。2013年，随着国土安全部通过审计，至此国防部成为唯一未审计的独苗。当然了，跟天兵说法律我都想笑，大家也都没太当回事儿。很快老爷们又送上来几个大惊喜。2012年6月，为了清查利比亚战争期间各国武器走私，美墨宗任命史蒂文斯为全权大使奔赴利比亚。经常在五角大楼当会计的都知道查账这种事儿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，也就是说一定会出事儿也不知道查出个啥。但这哥们上任不到3月美国驻班加西使馆居然遭到公然围攻。9月11日晚9点40分，距送走来访的土耳其外交官不到1个小时，平静的街道突然出现大批不明武装，高喊口号，冲向使馆。使馆人员火速向华盛顿、迪里波里大使馆及附近的CIA 驻地求援。但离谱的是，神挡杀神的天兵此后数小时，除了派出1架无人机空中监视外，没有任何空中支援。距使馆1.6公里外的 CIA 快速反应部队也了无音讯。就这样孤立无援的大使馆被轻松攻破好消息是，发现及时的使馆人员早早撤入安全屋。坏消息是，不明武装精准找到了安全屋位置，直接掏出随身携带的柴油放火。好消息是，得到消息后，美军第一时间从欧洲司令部、美国本土各集结了一支特种部队，位于西班牙的海军陆战队反恐小组也迅速响应。问题是离得太远了，可怜的大使先生有说第一波袭击就因吸入烟雾死亡，有说发现时还活着，但抢救不及去世。这就是震惊世界的班加西事件。几天后非必要使馆人员全部撤离利比亚，途中大量敏感文件下落不明。更诡异的是，此前美国安全官员曾2次请求为驻班加西使团增加安全保障，但均被拒绝。而据当事人回忆， CIA 快速小组接到求援后第一时间准备出击，但被上司阻止耽搁了。整个案件扑朔迷离。根据官方调查结果，这起离奇袭击原因居然是美国拍的一部电影惹怒了极端分子，而民间的说法是史蒂文斯不小心碰到了倒卖军火的逆鳞。后来坊间有诗一首，经费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审核通过，彼时是何年。我欲提单查账，又恐黑洞无边，资产不胜返，基地加房产，战机血阳剑。丢军火卖装备吃饷钱，不应有恨，班加西外枪声连。人有悲欢离合，仗有错漏缺陷，此事古难全，但愿过审日别有大雷先。按说军队倒卖点小玩意儿属于自古以来，但如果生意做到了司令部，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？这就不得不提美国海军最大腐败丑闻——胖子伦纳德案件。
这位马来西亚籍的后勤承包商呢，在2000年至2010年的10年里，不断向第7舰队军官送人送钱，换取军队机密。2010年，海军刑事调查局对弗朗西斯展开调查，但海军无视警告，继续与他签订了价值2亿美元的后勤合同，让他一手把持了美国舰队在太平洋地区的补给和码头服务，而他则对燃料、食物、水等以正常价格的数10倍的收费。为了让老爷们玩得尽兴，他还会定期举办 party， 用川流不息的美女吸引军官，甚至租下了马尼拉酒店里纪念名将麦克阿瑟的麦克阿瑟套房，提供给高级军官与多名女子活动。2013年，弗朗西斯被引诱到美国逮捕，随即包括至少2名海军少将在内的60多名将领以及超500名官兵遭到调查，一时间国际舆论大哗。就在这样一片勃勃生机、万物竞发的情况下，2015年，华盛顿邮报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：老乡们，自1996年以来，五角大楼接受了超8.5万亿拨款，但这些钱没有审计，没有收据，属于下落不明。美国政府问责局也公开批评国防部存在严重的财务管理问题。紧接着 CNN 也添了一把火，根据国防部监察长的报告，2015年的130万条会计记录中，至少有16000条神秘消失，而2015年全年陆军对账目错误的不正当调整数额高达6.5万亿美元呢。弹幕里的吴彦祖可能要问了，为啥每年预算才6000亿，会计错误却高达数万亿美元呢？这就好比撒谎啊，一个谎得靠多个谎来源。由于缺乏收据和发票支持，陆军干脆编了这些数字，结果越编越大。在连番丑闻以及媒体的口诛笔伐下，五角大楼只能无能狂怒：搅吧搅吧，你们就搅吧！搅得阿富汗前方没了军需，吃了败仗，搅得欧洲大乱，把美利坚亡了，老子无非陪你们玩命便是。而给出最后一击的则是特朗普上台。眼看修边境墙的小愿望，国会老爷竟然不批，特朗普想出了一个天才的主意，挪用军费呀。遗憾的是，五角大楼也不甚配合。这下一根筋变2头堵的特朗普果断出击，这已经不是一般的贪污了，必须出重拳。随后，共和党议员推动法案，如果五角大楼未能在规定的2017年准备好全面审计，将对其处以罚款，从每年军费中直接扣除。在铺天盖地的指责中，时任国防部副部长诺奎斯特也顶不住了，宣布咱审还不行吗？2018年11月15日发布首次审计报告，以后每年都是，要让民众对国防部花的每一块钱都放心。2017年末开始，由4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的安永主导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务审计开始了。超2400名会计师花了足足1年，检查涉事600余处，调阅4万多份文件，对2.4万亿美元资产全面清查。2018年11月15日，一份全面审计报告终于公布，然后就给大家小刀拉屁股，开了个大眼儿啊！21个审计大类中，仅5个通过，会计师共发现问题多达2400项。由于窟窿过多，咱挑重点的说啊。首先呢，五角大楼无法说明到底雇了多少承包商和分包商。毕竟总包下有分包啊，分包后还有外包。连 F-35这种国之重器都有零件来源东大，这个咱们之前聊过啊。但是审计人员对后勤仓库随机清点了53个零件，发现有22个是不小心多买的，总成本高达900万美元。希尔空军基地则将价值5300万美元的数十台发动机以损坏为由拿去送修，修完发现只是贴错了标签。按说呀，家大业大管理难也能接受，但为啥国防后勤局的账跟财政部总账对不上呢？约8亿美元资金去向不明，其中有4.65亿被谎报为陆军工程建设，但根本没有记录，另有价值1亿美元的电脑系统查无实物。新装备的研发超支更惊人，如 F-35项目的预计生命周期成本居然要超支1.7万亿美元。五角大楼对此毫无办法，你瞧瞧外面哪还有5代机啊？你嫌贵，我还嫌贵呢。与此同时，福特号、朱姆沃尔特、滨海战斗舰等老大难项目也个个超支100亿。
更离谱的是2016年到2018年，仅不符合规定报销的差旅费就超过9.65亿美元。总结下来挨个抓可能有冤枉，但隔一个毙一个，绝对有漏网之鱼。对于这一结果，国防部副部长沙纳罕给出了充满制度自信的回答：我们从来没想过我们会通过审计，对吧？甚至有人打赌说我们不会接受审计。言下之意就是，反正老子让你审了，你能把我怎么样啊？据审计结果公布半个月后，第5舰队司令斯蒂尔尼被发现死在巴林的住所，调查人员根据现场迹象确认自杀，但原因不明。而就在几个月前，他曾经的直系下属因涉及胖子伦纳德腐败案被捕。小提一嘴候审的弗朗西斯2018年因健康问题保外就医，治好后却获得医疗休假，住进了私人住宅。2022年，他在警察24小时监控下切断 GPS 监视器，短短17天内辗转墨西哥、古巴，然后包机飞往委内瑞拉，跑得比香港记者还快最后在准备飞俄罗斯的航班上被捕后遣送美国，2024年被判15年。此处我有一联，上联1年时间2000会计，3军清查4万文件5万空饷，下联五角大楼4万亿债30余年2手开摆一次没过。2019年第2份审计报告出炉，五角大楼激动地宣布审计工作非常成功，去年提出的2400个问题已经解决了550多个只不过今年新增了1300处问题。之后每年五角大楼准时公布审计报告，但每次都是取得进展，但一看全是无法通过。比如2022年发现，过去5年有超过100万个 F-35的备件丢失，价值至少8500万美元，而这些损失无法追踪，主要依赖洛马公司自愿报告持有的政府财产状况。2023年，五角大楼依旧无法说明3.5万亿美元资产中61%的去向，也不是说消失了而是没有收据发票，所以无法入账，因为他们仍然在用上古系统记账，根本不满足审计标准。老爷们表态，正在加快淘汰老旧系统，只不过得加钱。另外，国防承包商还从房屋合同中谋取暴利，部分零件的利润几乎是成本的100倍。更要命的是，老爷们对于审计失败已经形成习惯，毕竟 You can't check up on everything. You never know what you might find. 与此同时审计是为了省钱，但为了省钱必须先花更多的钱。2018年首次审计本身花费了4.13亿美元，其中1.92亿美元支付给安永等会计事务所，五角大楼配合审计收下了剩下的2个多亿。另外还专门花了4.06亿美元解决发现的问题，最后有1.53亿美元修复财务系统，里外里算下来又花了近10亿美元，之后基本每年如此。可能有人要说了，这俄乌正在干架屏障要不请某华甬道出山？真不是会计不努力，实在是窟窿太大了。点中点如2023年5月，五角大楼承认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算错了，多算了30亿美元。原因很简单，拨付给乌克兰的库存军备没算折旧，直接按全新价计了。1个月后再次发生，不好意思多算的不是30亿，是62亿。7月又发现了，这笔军援装备估值还是算高了20亿美元。短短2月，记账错误轻飘飘的提高到82亿美元，属于是想假账被当场抓包。2024年拖了34年的五角大楼审计结果喜迎7连跪，这次依旧一半的资产无法核算。国防部副部长兼首席财务官麦考德再次宣布，整个部门都有着坚定的承诺，相信我们有能力通过干净审计意见，而那个宿命时刻有望在2028年。